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欢迎收听由冥界录音室为你演播的民间恐怖故事。你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交易，可以让人一夜成名吗？你是否曾听说过，某些人为了成功，不惜付出一切代价，甚至不惜与他们签下无法违背的契约。他曾是一个在娱乐圈里奋斗多年的女演员，苦苦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，但现实往往残酷，时间一天天过去，他的机会却始终没有到来。就在他濒临崩溃的时候，一位神秘的导演找上了他，给了他一个无法拒绝的提议：养小鬼。从那天起，他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他的事业飞速上升，接踵而至的资源让他成为了万众瞩目的明星。但他很快发现，成功的代价远比他想象的要恐怖。当你向未知的黑暗伸出手时，你真的能承受它带来的恩赐吗？李娜站在镜子前，面无表情地凝视着自己的倒影。她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接到过任何戏剧邀约了。镜中的自己，眼睛深陷，神色疲惫，仿佛被这座无形的城市压得喘不过气了。她穿梭在大大小小的试镜间，努力在每一场试镜中表现出最好的自己，但每次的结果都无一例外地让她失望。没有缘分，没有化学反应，最终依旧被无情的淘汰。她无法理解，为什么自己花了这么多时间和心血，依旧无法触碰到那个属于自己的机会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李娜轻声自语，眼泪悄悄滑落。曾经，她有过梦想，曾经，她也相信只要努力，迟早会有所回报。然而，日复一日的无望，她开始感到自己身心俱疲，灵魂仿佛被这无尽的等待磨得粉碎。她曾告诉自己，再坚持一下，一切都会有转机，但转机却迟迟没有到来，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冷漠与拒绝。就在这时，一通陌生的电话打破了她的孤寂。电话那头是一个低沉而神秘的声音：李娜，听说你在演艺圈里遇到瓶颈，我或许能帮你。李娜微微一愣，随即心跳加速。她并没有表现出惊讶，尽管她心底有一丝迟疑。她的直觉告诉她，这个电话不简单，而这个声音听上去并不陌生，却又不清楚来自哪里。我是一个导演，最近有个项目需要人选，我看过你的一些表演，虽然你现在还没有大红大紫，但你潜力很大。电话那头的声音继续说道。李娜的心跳加速，她并不信任这样的突如其来的机会，但她依旧忍不住问道：是什么项目？为什么找我？你想要红，想要成功吗？导演的声音突然变得低沉，带着一种难以言喻的神秘感。我知道你现在已经走投无路了，甚至有些人已经开始怀疑你是否有能力继续下去。你会不会觉得这一切的努力都白费了？李娜的心跳猛地一停，她知道导演说的没有错，她确实到了一个尽头。每次站在镜头前，她都想自己即将获得机会，但每次都被拒绝。每一次的心情都像是被锤击过后的空洞。导演的声音继续响起，有一种方式能让你立刻获得你想要的，我可以带你去泰国，那里有一种古老的仪式，可以让你获得你想要的力量。你想要的事业成功，想要的声望，都会在不久后一一到来。李娜的呼吸微微急促，她本能地感到一种莫名的恐惧。泰国古老的仪式，那是一种她从未听说过的东西，她的内心涌现出一股强烈的疑虑。然而身处困境中的她，心中有一个声音告诉她，也许这真的是唯一的机会，这很危险吧？李娜忍不住问，尽管她的声音有些颤抖。电话那头的导演沉默了一瞬，然后低声说道：是的，这种方法的确充满了风险，你必须承担一切后果，但在你这种绝望的情况下，它可能是你唯一能抓住的机会。他的语气变得更深沉，你愿意走这条路吗？李娜的心在剧烈跳动，她感到一阵阵冷汗从背后渗出。她的理智告诉她，这样的选择或许意味着永远无法回头，但内心的空洞与她对成功的渴望让她动摇了。她深吸一口气，低声说道：
愿意他挂掉电话后，长时间呆呆地站在窗前，外面的夜色如同他此刻的心情，漆黑一片。风吹动窗帘，他望着远处的城市灯火，心底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，一切都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但这种变化究竟是福是祸，他自己也无法预料。李娜的脑海中浮现出那位导演的最后一句话：你必须承担一切后果。他的心情越来越复杂，不禁开始反思自己是否真的准备好面对这个选择。他已经没有退路了，还是继续踏上这条看不见尽头的路，还是转身放弃？他的双手不自觉地开始微微颤抖，仿佛已经意识到，一旦踏入这条路，他将无法再回头。李娜到达泰国后，内心的焦虑与不安依旧紧紧缠绕着他。他站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，感受到空气中的湿气和热气交织，但更强烈的是一种难言喻的压迫感。街道的喧嚣似乎与他的心情格格不入，周围的景象在他眼中都显得陌生而模糊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试图平复内心的波动，却又无法摆脱那股隐隐的恐惧。他在导游的指引下来到了一座隐蔽的寺庙，周围被浓密的丛林包围，给人一种神秘而悠远的感觉。寺庙的门口站着一位老者，身穿朴素的僧衣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眼神深邃而空洞，仿佛能看透李娜的内心。他的眼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寒意，但又让人无法移开视线。李娜不禁感到一阵寒意，她知道这就是那个灵媒师傅。师傅没有多说话，只是缓缓地转身，示意他跟随。李娜跟着他走进了寺庙内，空气逐渐变得凝重而沉闷，仿佛有某种无形的力量笼罩着这里。四周弥漫着香火的味道，却也透着一股古老的压抑的气息。李娜的心跳开始加速，每走一步，她的脚步声都似乎回荡在她的耳边，愈发显得空旷和压迫。师傅停下脚步，回头看着她，缓缓开口：你准备好了吗？这不是一条可以回头的路，如果你做出决定，便是与黑暗缔结契约，背负它带来的后果。他的声音低沉而沙哑，似乎每个字都带着某种力量，深深嵌入李娜的内心。李娜咬紧牙关，心底的恐惧像一把刀一样划过她的内心。她能感觉到一种极度的不安和危险正慢慢逼近，但她并没有停下脚步，心底的渴望让她坚定了决心。她看向师傅的眼神充满了决绝。我已经准备好了。师傅沉默了一会儿，终于点了点头，转身引导他来到一间密闭的小屋。屋内点着几支香火，空气中弥漫着香气与灰尘交织的味道。周围墙上挂着一些古老的符咒和祭祀用品。屋子中央摆着一张木桌，上面放着祭品，几个鸡蛋，一些糖果，一包白米和一件婴儿衣物。这是你需要的祭品，师傅冷静地说道。鸡蛋代表着生命的延续，糖果和白米代表着供养和感谢，而这件婴儿衣物象征着你心中愿望的纯洁与渴求。李娜的眼睛瞪大了，心中涌起一阵寒意。她小心翼翼地将所有祭品一摆放在祭坛上，动作十分轻柔，生怕弄坏了任何一样物品。她的手指微微颤抖，心跳随着每个动作变得越来越急促。现在师傅继续说道，你要献出你的心愿。他取出一个古老的符咒，手指在空中画出复杂的图案。李娜只能看到他动作的轨迹，空气中的温度突然变得极为寒冷，仿佛周围的温度都被抽走了一般，身体不由得开始发抖。他低下头，闭上眼睛，心中默念着他的愿望：我要成功，我要出人头地，我愿意用一切去换取我的梦想。话音刚落，祭坛上的鸡蛋突然开始轻微晃动，空气中的香火不再安静，反而随风剧烈摇曳，仿佛在回应他的愿望。李娜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那件婴儿衣物竟然自己动了起来，如同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操控它，轻轻地在祭坛上舞动。她的心跳剧烈加速，脑海中闪过一阵恐惧的念头，她真的做了一个无法回头的决定。师傅看着她的反应，嘴角微微上扬，你的心愿已经送出。
灵界的小鬼已经感知到，他会回应你的一切，只要你能在接下来的祭祀中维持供养，他便会为你带来你渴望的成功。李娜咽了口干涩的唾液，心中涌起一阵寒意。他知道这条路一旦走下去，将再也无法回头。即便他内心充满恐惧，但此刻的他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。他再次低头看着祭坛上的小鬼，心中的不安与恐惧交织成一股巨大的压力。他知道他已经踏入了这条无法回头的黑暗之路。几天后的一个清晨，李娜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熟悉而激动。李娜，我们决定给你一个机会，你的试镜通过了，你将出演这部戏剧的女主角。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心跳加速，手指紧握着手机。自从她做出那个决定后，她的生活似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之前那些充满希望的日子，所有的努力和苦闷似乎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回报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李娜的电话和邮件几乎不断，接踵而来的剧组邀请，越来越多的工作机会将她推到了事业的顶峰。从大陆到香港，甚至国外的商业广告都开始找上她。她的名字几乎成了娱乐圈的热词。她一度感到自己终于在这一刻站上了属于自己的舞台。然而奇异的现象也随着她的成功开始悄然降临。李娜住进了一个豪华公寓，原本她认为这将是自己人生的新开始，享受着自己的成功与财富。但不久后，她开始经历一些难以言喻的怪异事件。每当夜幕降临，她常常感觉到空气中弥漫着一种不明的压迫感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在悄悄接近。某个晚上，她正在浴室里洗澡，突然间灯光闪烁不止，整个房间变得昏暗，灯泡发出刺耳的噼啪声。她走出浴室，灯光恢复了正常，但那种不安的感觉依然笼罩着她。某个深夜，当她独自回到家中时，她感到屋里异常寂静，甚至连空气都显得凝重。她刚走进房间，突然她的眼睛被房间墙上的字迹吸引了过去。房间的墙上赫然写着吃饭这两个字，那字迹苍白，似乎是用某种无形的力量在墙面上刻画出来的。李娜愣住了，心脏猛地一跳，那种不安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涌上心头。她站在原地，甚至感觉到背后有一个温暖而潮湿的气息吹过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正悄然注视着她。她迅速转身关上了房门，闭上眼睛深呼吸。她开始自我安慰，这只是精神上的压力，我太累了，是自己神经过敏。但内心的恐惧却依然在蔓延，无法平息。她强迫自己去睡觉，可是她的心跳依然异常急促，脑海中反复回想着那个吃饭自己带来的不安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奇怪的现象越来越频繁。李娜开始时常感到一股无法言喻的寒冷，尤其是在夜啊，她偶尔会感觉到家里有东西移动的声音，仿佛有东西在她周围游走。然而转头一看，却什么也没有。更让她不安的是，某些晚上她会听到婴儿的哭声，那声音飘渺而远，仿佛来自远方的黑暗深处。她试图忽略这些声音，但它们却时常在寂静的夜里回荡，萦绕在她耳边，令她无法安眠。这不是真的，这只是压力。李娜不断安慰自己，但她的心底却清楚，事情远不像她所想的那样简单。每当夜深人静时，她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些祭坛上的符咒和祭品，那些古老而神秘的仪式。她曾告诉自己，成功是值得付出的代价，她已经走得太远，无法再回头。但随着事业的迅速上升，她逐渐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力量开始控制着她的生活。她开始变得越来越焦虑，做梦时常常感到自己被困在一个无法逃脱的黑暗空间里。她的朋友们开始注意到她的变化，原本活泼开朗的李娜变得越来越沉默，眼神迷离，甚至在拍摄现场也时常出现精神恍惚的现象。有时候她甚至会在自己台词的关键时刻失神，错过镜头，弄得自己在剧组的评价越来越低。李娜明白自己正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压迫着，她的内心充满了焦虑和恐惧，
仿佛所有的成功都只是一个沉重的负担，而这个负担越来越重，越来越难以承受。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失去了自我，是否所有的成就背后都藏着某种不可避免的代价。他试图去反抗，去控制这一切，但无论他做什么，那股无形的压力始终像幽灵般跟随着他，无法摆脱。我真的能控制这一切吗？还是我已经无法回头？李娜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这个问题。她开始意识到，也许她已经走进了一个无法自拔的深渊，所有的成功只不过是一个让她更加迷失的陷阱。李娜已经习惯了这种持续不断的成功浪潮，尽管内心的恐惧从未离开过她。每次回想起那段从泰国带回的小鬼和随之而来的祭品，她的内心都难以平静。尽管她告诫自己，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和事业，但随着事业的攀升，奇异的现象却愈发频繁。这一次，李娜前往大陆拍摄一部大制作的电影，剧组特地安排了高规格的住宿。一天晚上，她忙碌了一整天，终于在疲惫中进入了梦乡。然而，这次的梦境与以往不同，她突然发现自己站在一片漆黑的空间中，四周寂静的可怕，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回荡。就在这时，她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，那是小鬼。他背对着她，蹲在一片空旷的空间里，低声抽泣。李娜想要上前去安慰他，但他的双腿仿佛被什么东西束缚住，无法动弹。小鬼哭得越来越大声，他的声音扭曲而充满愤怒。我要吃饭，我没有吃饭，你为什么不照顾我？那一声无助而愤怒的呼喊，仿佛震撼了李娜的心灵。她猛地从梦中惊醒，满头大汗，心跳如鼓。她紧紧握住床单，额头冒出了冷汗。她突然意识到，自己竟然在拍戏前忘记带上供奉小鬼的祭品——糖果、鸡蛋和米。那一刻，她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恐惧，仿佛小鬼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她索取回应。第二天，李娜勉强挤出一丝笑容，努力投入拍摄，但内心的不安早已开始蔓延。她发现自己的运气似乎越来越差，尽管剧组给她安排了高规格的角色，但她接到的工作邀约开始变得荒诞。某位导演竟然要求她出演一名疯女人，并要求她在镜头前做出极端的情绪表现，甚至开始设计一些不太合适的内容。有些制作人甚至直接邀请她出演成人片，这根本不是真的工作。李娜愤怒地对自己说道，她已经有了名气，怎么可能让自己出演这些荒谬的角色？她的内心充满了屈辱和愤怒。她突然开始怀疑，这一切是否是因为自己忽略了小鬼的感受，是否是他在报复自己？李娜越发感到自己被困在一个无形的陷阱里，每一通电话，每一份工作邀约，都让她感到一种越来越深的压迫。她没有办法拒绝那些邀约，因为她深知，如果拒绝了，自己或许会失去一切。但她也开始越来越不满，她开始恼怒于自己明明已经付出了所有，却依然被困在这个不公平的局面中。某个深夜，她坐在化妆间的镜子前，盯着自己的倒影，眼神空洞。突然，她从心底涌起一股无法遏制的愤怒。我要的是红，我要的是好角色，为什么要给我这些东西？你到底在听吗？她几乎是咆哮出声，情绪如同爆发的火山。所有的恐惧和愤怒在这一刻汇集成一股力量，冲破了她的理智。她再次拿起祭品，抱着最后的决心，将所有贡品都丢进垃圾桶。你不再能控制我。她咬着牙，心中升起一股愤怒，觉得自己终于做出了一个解脱的决定。然而，李娜的决定带来了更加可怕的后果。那天晚上，她的公寓里突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，所有的灯光瞬间熄灭，屋里陷入了死寂的黑暗。她站在黑暗中，心脏狂跳，四周的空气仿佛变得沉重，压得她喘不过气来。就在这时，一阵阵冰冷的风吹过，她感到脖后传来一阵潮湿的呼吸，转身却什么也没有看到。就在她试图拿出手机点亮房间时，她突然听到了一声刺耳的笑声。
那笑声在空旷的房间里回荡，仿佛从四面八方传来。他猛地冲到门口，却发现门怎么也打不开，像是被某种无形的力量锁住了。突然，床上的被单自己动了起来，仿佛被一双无形的手轻轻拉动。李娜的心几乎要跳出胸口，她疯狂地拍打门，喊叫着：“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！”但没有任何回应，只有那刺耳的笑声和脚步声在房间里回荡。恐惧迅速吞噬了他的理智，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逃避这个他曾经引发的噩梦。这一切都是他不小心打破的契约，是小鬼在向他复仇，而他无法再回头。一切都已经失控，而他的内心只剩下空洞的绝望和无尽的恐惧。李娜以为自己丢掉小鬼之后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，生活可以回到之前的轨道。他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解脱的错觉，仿佛摆脱了一个噩梦，能够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。然而事实却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，瞬间吞噬了他的一切。那天他刚走进家门，感到一股刺骨的冷风迎面扑来。他拧开灯开关，突然发现屋子里没有一点光亮。他摸索着打开电器的开关，但无论怎样尝试，电力始终没有恢复。他心里一阵不安，走到浴室时，发现水龙头也已经完全断水了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静默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他对立。窗外的世界变得格外陌生，街道上没有一个人，连常见的车辆和行人也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心中的恐惧悄然升起。他走到窗前，望着空荡荡的街道，那份孤立无援的感觉让他的心脏剧烈跳动，就像被遗弃在一个无法逃脱的噩梦中。他试图打电话，但接连不断的无信号提示让他陷入更深的绝望。突然，李娜感到一阵强烈的风吹来，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撞击声。他还来不及反应，一只花盆从楼顶的窗台上掉了下来，重重地砸在了他的头部，鲜血如同泉水般涌出。他猛地倒地，头昏眼花，周围的世界开始模糊。他的身体无法动弹，耳边一片嗡鸣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对他发出最后的警告。在他半昏迷的状态中，痛苦的呻吟变得越来越沉重，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无法理解的灾难。医院的账单像一张张沉重的铁锤砸在他的心头。李娜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支付医疗费用，她曾经的所有积蓄早已被他挥霍在了演艺事业上，而此时他却一无所有。他拿着医疗单站在医院大厅，绝望和无助几乎吞噬了他的理智。没有钱，甚至没有朋友能伸出援手。更糟糕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发生。他的家人接到一通电话，告知他在途中发生了车祸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李娜几乎失去了理智，她无法相信这一切是巧合。她的心里逐渐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惧，她的家人是不是也在为她曾经做的决定付出代价？与此同时，李娜开始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梦境折磨。每个夜晚，她都进入了一个看似无尽的迷宫，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自己孤独的身影在那无穷的黑暗中徘徊。她试图逃脱，但每次都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压制住，无法前进。梦境中的小鬼不断出现在她的眼前，面目狰狞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。你丢下了我，为什么要丢下我？你承诺过的，你必须付出代价。这些梦境如同无休止的噩梦，反复折磨着他的精神，让他无法得到片刻的安宁。每当他醒来时，他都感到如同从地狱中爬出来一样，全身疲惫不堪。他开始变得精神恍惚，失去了对周围世界的感知，像是一个被黑暗吞噬的人。每一天，恐惧与无力感将他包围，让他仿佛被困在一场无法醒来的梦中。恐怖的氛围愈发浓厚，李娜的每一次努力似乎都在反向加剧她的痛苦。她发现自己无论如何挣扎，都无法逃脱这无情的命运。每一个事故，每一次的灾难，都如同无形的链条，将她牢牢束缚在这个无解的循环之中。她开始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，所有的努力都仿佛徒劳无功，
黑暗的力量越来越强大，深深压迫着他，让他无法喘息。他想要逃离，但却发现自己无法从这场灾难中解脱。他深知这一切都是他曾经的选择带来的后果，是他在迷茫与绝望中做出的错误决定。每个画面，每个情景都充满着压迫感，仿佛黑暗的力量正一步步将他吞噬，而他的挣扎不过是更加激烈地吸引着这股力量。每一场事故都是灵魂的缠绕，每一个细节都让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，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李娜深陷于恐惧之中，所有的努力都在黑暗中化为乌有，而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无声地接受那无法承受的惩罚。李娜以为自己丢掉小鬼之后，一切都会恢复正常，生活可以回到之前的轨道。她的心中充满了一种解脱的错觉，仿佛摆脱了一个噩梦，能够重新掌控自己的命运。然而事实却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，瞬间吞噬了她的一切。那天她刚走进家门，感到一股刺骨的冷风迎面扑来。她拧开灯开关，突然发现屋子里没有一点光亮。她摸索着打开电器的开关，但无论怎样尝试，电力始终没有恢复。她心里一阵不安，走到浴室时，发现水龙头也已经完全断水了。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静默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与她对立。窗外的世界变得格外陌生，街道上没有一个人，连常见的车辆和行人也仿佛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心中的恐惧悄然升起。她走到窗前，望着空荡荡的街道，那份孤立无援的感觉让她的心脏剧烈跳动，就像被遗弃在一个无法逃脱的噩梦中。她试图打电话，但接连不断的无信号提示让她陷入更深的绝望。突然，李娜感到一阵强烈的风吹来，伴随着一声刺耳的撞击声。她还来不及反应，一只花盆从楼顶的窗台上掉了下来，重重地砸在了她的头部，鲜血如同泉水般涌出。她猛地倒地，头昏眼花，周围的世界开始模糊。她的身体无法动弹，耳边一片嗡鸣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对她发出最后的警告。在她半昏迷的状态中，痛苦的呻吟变得越来越沉重，而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无法理解的灾难。医院的账单像一张张沉重的铁锤砸在她的心头。李娜发现自己根本无力支付医疗费用，她曾经的所有积蓄早已被她挥霍在了演艺事业上，而此时她却一无所有。她拿着医疗单站在医院大厅，绝望和无助几乎吞噬了她的理智。没有钱，甚至没有朋友能伸出援手。更糟糕的事情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发生。她的家人接到一通电话，告知她在途中发生了车祸。听到这个消息的李娜几乎失去了理智，她无法相信这一切是巧合。她的心里逐渐生出一种无法抑制的恐惧，她的家人是不是也在为她曾经做的决定付出代价？与此同时，李娜开始被一种莫名其妙的梦境折磨。每个夜晚，她都进入了一个看似无尽的迷宫，四周空无一人，只有自己孤独的身影在那无穷的黑暗中徘徊。她试图逃脱，但每次都被某种无形的力量压制住，无法前进。梦境中的小鬼不断出现在她的眼前，面目狰狞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笑声。你丢下了我，为什么要丢下我？你承诺过的，你必须付出代价。这些梦境如同无休止的噩梦，反复折磨着他的精神，让他无法得到片刻的安宁。每当他醒来时，他都感到如同从地狱中爬出来一样，全身疲惫不堪。他开始变得精神恍惚，失去了对周围世界的感知，像是一个被黑暗吞噬的人。每一天，恐惧与无力感将他包围，让他仿佛被困在一场无法醒来的梦中。恐怖的氛围愈发浓厚，李娜的每一次努力似乎都在反向加剧她的痛苦。她发现自己无论如何挣扎，都无法逃脱这无情的命运。每一个事故，每一次的灾难，都如同无形的链条，将她牢牢束缚在这个无解的循环之中。她开始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反抗的能力，所有的努力都仿佛徒劳无功，
黑暗的力量越来越强大，深深压迫着他，让他无法喘息。他想要逃离，但却发现自己无法从这场灾难中解脱。他深知这一切都是他曾经的选择带来的后果，是他在迷茫与绝望中做出的错误决定。每个画面，每个情景都充满着压迫感，仿佛黑暗的力量正一步步将他吞噬，而他的挣扎不过是更加激烈地吸引着这股力量。每一场事故都是灵魂的缠绕，每一个细节都让他更加深刻地意识到，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他的容身之地。李娜深陷于恐惧之中，所有的努力都在黑暗中化为乌有，而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无声地接受那无法承受的惩罚。李娜蜷缩在自己的公寓一角，屋内一片狼藉，墙上依旧残留着歪歪扭扭的吃饭二字，空气中弥漫着一股阴冷的潮湿气息，仿佛有无数双看不见的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他。他的脸色苍白，眼中充满了恐惧与绝望。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梦见小鬼，那张模糊而怨恨的脸孔，每次都在梦里逐渐清晰，嘴角带着一抹扭曲的笑意，一遍遍地质问他为什么丢下我。他不敢再入睡，也不敢再独自一人。现实与梦境开始交错，他分不清自己到底是醒着，还是被困在那无尽的折磨之中。他的事业已经彻底崩盘，接连不断的丑闻，精神崩溃的新闻铺天盖地，他的经纪公司与合作伙伴纷纷与他切割，曾经羡慕他的人，如今避之不及。他已经没有退路了。李娜想到了那个曾经劝阻过他的命理师，那一刻，他知道只有他才能帮他。带着最后的希望，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走出了公寓。午夜的街道冷清而寂静，李娜披着一件宽大的外套，遮掩着自己狼狈的面容，走向那家熟悉的风水馆。他站在门口，犹豫了一瞬，随后用尽全身的力气敲响了那扇门。门缓缓打开，命理师站在门口，静静地看着他，没有任何惊讶，仿佛早就料到他会回来。你终于来了。他的语气平静，却透着一丝叹息。李娜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流淌。她的声音带着哀求和恐惧，求求你，救救我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，我错了。命理师缓缓地叹了口气，伸手将她扶起，带她走进屋内。你知道你犯了最大的错误吗？他看着李娜，眼神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。李娜颤抖着点头，我不该养小鬼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命理师摇了摇头，错的不是养小鬼，而是你从一开始就不相信自己。你以为走捷径能让你成功，但你忘了，凡事都有代价。李娜的眼泪一滴滴落在桌面上，她终于明白了，她的恐惧，她的痛苦，都是她自己一手招来的。命理师深吸了一口气，缓缓道，我无法帮你，但我可以介绍你去见一位高僧，只有他才能让你真正摆脱这个恶业。第二天，李娜来到了一座偏远的庙宇，庙里香火弥漫，钟声低沉悠远。她跪在佛像前，手指紧握成拳，整个人已近乎虚脱。高僧缓缓走到她面前，双手合十，静静地打量着她。你身上缠绕着业障，若不彻底解脱，今生将无宁日。高僧的声音低沉而有力，带着一丝悲悯。李娜哽咽着哀求道，大师，求您救我，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。高僧闭上眼睛，口中念诵着古老的经文。整个庙宇似乎陷入了一种奇异的寂静之中，空气仿佛变得粘稠，隐隐传来低沉的哭声。李娜的身体突然感到一阵剧烈的抽搐，仿佛有一股冰冷的力量正从她的体内被硬生生剥离出来。她的眼前浮现出小鬼的影子，那张扭曲的小脸，眼中充满了怨恨和不舍。他死死盯着她，嘴巴一张一合，仿佛在说着什么。李娜的眼泪不断涌出，她颤抖着嘴唇，低声说道，对不起。随着高僧的一声佛号，小鬼的影像猛地消失，庙内恢复了平静。李娜整个人仿佛被抽空了一般，
瘫倒在地，浑身虚弱的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。高僧看着他，轻轻叹道：“你已经被赦免，但你以无福享受红尘之名。”几个月后，李娜的名字逐渐在娱乐圈被淡忘，曾经的热度、光环如潮水般退去，而她自己也彻底消失在公众的视野里。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，也没有人关心她的结局。偶尔有人会在某个小镇的寺庙里看见一个低头扫地的女人，她的眼神平静，不再有往日的浮华和野心。她已经明白，人生真正的成功并不在于外在的光鲜，而在于内心的安宁。她曾经走错了一步，而这一步便让她付出了整个人生的代价。